石岛内，这里古老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天地。此时有着一道道人影闪现而出，这批人影便是各大神势力中的神斩级别的神奇强者。他们一出现，便是立即运转体内的强大神力护住周身，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一切事物动态，生怕这座石岛上有着什么可怕的强大存在。萧炎等人见状，也是在心中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待他准备行动时，却是突然见到一旁的小陇、雨涵等人，也是面色猛然一变。哥，怎么啦？雨涵出声道。不对。小陇一惊，旋即眉头紧皱地握了握自己的拳头道：我体内的神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似乎是有着一种什么奇异的力量封锁了我们体内的神力，令得神力的运转时受到削弱。哥，我的神力似乎也被限制了。雨涵的面色也是微微一变。萧炎等人闻言也是急忙感应体内的神力，只不过除了小陇和雨涵二人之外，萧炎、吞吞以及白炭三人似乎并没有出现神力被限制的感觉。小陇兄，雨涵姐，我体内的神力似乎并没有受到你所说的奇异力量限制。萧炎喃喃出声。我也是，我的序列神力我正常运行。此刻吞吞和白炭也同样是如此，并没有感受到神力被压制。小龙、雨涵二人一听，眉头也是紧皱，他们体内的神力的确被石岛内的一股奇异力量限制。虽然这种削弱似乎并不是特别的强，但总体说来还算是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我的神力被削弱了5成。小龙面色有些难看，超过5成的压制，此时的他论起神力雄厚程度，恐怕就比平常少了一半的层次。我的应该是4成左右。雨涵也是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神力雄厚程度后出声。萧炎、吞吞、白炭三人听到小陇和雨涵的各自汇报，微微一怔，旋即道：我们的序列神没有被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话到此处，众人也是有些好奇起来。小陇的思路也在飞快的运转，看能不能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目光盯着萧炎三人看了看，然后又把目光转向雨涵，片刻之后便是明白其中一个原因。似乎在这石岛之中，似乎实力越强之人，神力的压制就会越强。自己被压制5成神力，而雨涵只有4成，但对于萧炎、吞吞、白炭三人来说，更是没有任何的压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想了片刻后，小龙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看来这问题还真是有些伤脑筋。这石岛果然有些不简单啊！小龙眉头微皱道。如此一来，他们5个人之中，只有他们2人的战斗力被大打折扣下来。一起先行动吧，先找到自己所需的东西传承再说。小龙也是耸了耸肩，抬起头视线看向石岛的深处，沉吟道。萧炎等人闻言点点头，眼下小陇和雨涵2人的实力都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战斗力也是锐减。萧炎、吞吞的实力也仅仅是第3序列和第2序列，白炭的实力则是第1序列，但在对面各大神势力众多神斩必须联合在一起才能够应付。众人取得共识后，也不再犹豫，当即化为一道道流光，直接对着石岛深处的方向暴掠而去。而在暴掠间，萧炎他们也是察觉到这座石岛的辽阔，有着起伏山峦、庞大的森林，甚至还有一片沙漠的区域，简直让人有些暗自咂舌。上古圣地虽然只是一道超神势力，可这超神势力的范围地盘也太过庞大了一点吧。在经过半小时的急速赶路后，他们5人的速度也是减缓下来，因为他们此时已经抵达这座石岛的深处区域，一座清风之顶。萧炎5人的身形闪现而出，其目光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投射而去。只见得在那里有着一座约莫万丈庞大的湖泊，然而这里的湖泊可不是黝黑色的，而是呈现淡绿色彩，并且湖水之中有着幽香散发而出，淡淡的水雾弥漫在这片庞大的湖面上，看上去就像是仙境一般。此处就是这座石岛的最深处区域了，我能感觉到这里的神元之气最为雄浑，想必应该有诸多神奇宝物和传承，应该也在这里了。小龙走了几步，盯着那座湖泊说道。然而就在小龙目光扫视开来时，他的眸子一动，沉声道：有人。就在其声音刚落之时，萧炎便是察觉到破空声急促的传来，只见得数道流光飞快而来，然后化为道道光影，落在了这座庞大湖泊周围的山峰上。这些光影正是刚刚与萧炎等人一同进入石岛内的那些神斩级别的神奇强者，都是在各自神势力宗主趁机撕裂光照缝隙，然后以极快的速度进入这座石岛。这些家伙的速度还真是快啊！白炭忍不住地骂了一声，有了这些神斩级别的掺和，看来此次想要争夺其中的神奇宝物以及传承，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是对于自己白炭而言，他只要找到朱龙剑就好，其余的什么神奇宝物都与他无关。随着各方神势力的神奇强者在石岛深处区域不断的汇聚，此刻这里的气氛变得有点剑拔弩张起来。突然间，那庞大的湖泊中似乎是有着清脆的水声响起，那声音悦耳之极，落在人耳中，竟是让得人的心境平和了许多。萧炎、小龙、雨涵等人在听到这奇特的水声时，眼神一凝，视线猛地投向那座湖泊，那里水雾漂浮，看不清楚其中的景象。小龙直接手臂一挥，一股磅礴的神力直接是卷起飓风横扫，将那水雾尽数的扫荡而开。顿时那巨大的湖泊变得清晰，随着湖面没有那么模糊，萧炎他们方才发现，此时在那湖面的中心处竟是出现了一道道巨大无比的漩涡，而在那漩涡内神光涌动，最后一道道的光团从那漩涡中被喷吐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在此时猛地投射向那些光团。
只见的那光团内，万丈神光爆射而出，璀璨夺目，犹如是一轮轮烈日。而每一道光团内，都是有着惊人的神力波动席卷而出。那些难道是……他们望着那些光团，眼瞳猛地一缩，因为从那些璀璨的神光中，他们赫然是看见了一些器物之影，甚至还有着看似卷轴和一些更加耀眼的星光之类的东西。虽然无法彻底的看清楚光团内究竟是什么宝物，但他们就知道这些绝对都不是寻常之物，而是神器宝物和传承。这些就是上古圣地中的神器以及其他宝物，还有一些强大的传承。小龙眼中光芒开始闪烁，然后似乎又是发现了什么，道：“我感应到了猪龙剑的气息，想必应该也是在其中。”听到这句话，白炭心头猛地一震，而后呼吸便是忍不住的有些粗重起来。萧炎的视线也是扫了一眼其他各方神势力强者所在的方向，发现这些家伙也是个个望着那些光团，眼睛都是变得通红起来。但出奇的是，局面反而有些非常安静，也只不过这种安静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而已。眼下神器宝物都已经出现，想要争夺，必然将会爆发一场惨烈的争夺之战。这种寂静仅仅持续了数十息的时间，各方神势力的这些神斩们便是在同一时间爆发出了低喝之声。动手将这些神奇宝物以及传承全部夺回，特别是4重天位神的传承。当这道声音再响起的一瞬间，小龙、雨涵以及萧炎等人几乎也是在同一时间爆射出去。他们的目标，湖泊上那由漩涡喷射而出的光团，而在湖泊其他的方位，各方神势力的神斩们也是鬼魅般爆射射出，狂暴的神力几乎在这瞬间弥漫天地。一场由7道神势力中神斩级别的神奇强者争夺战，在这一刻也彻底的展开。一道道光影携带着尖锐破风之声，宛如雷霆一般直奔那湖泊的中心掠去。为了争夺那些突然间从湖泊中冒出来的诸多光团，各方神奇强者显然都是在此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为那对于各大神势力而言都是无比的重要，或许还有一些强大的神技也说不定。不过就在众人冲进了湖泊中心，准备直扑那些光团时，突然下方的湖面猛然炸裂开来，一道道淡绿色的寒光猛地爆射而出，直射众人。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也是令得各方神器强者有些吃惊。不过既然是神器强者，那么反应自然不会很差，因此各方神器强者运转神力，猛然席卷而开。暴喝声响起，只见的各种光芒开始闪烁，顿时拳锋剑光横扫开来。一些神器强者更是施展了强大的招式以及现有的神器和其他宝物，强横的威势弥漫天地之间。不过虽然有所准备，但众人显然还是小觑了这湖泊中所蕴藏的危险。只见的那一道道淡绿色的寒光射来，竟直接在接触的一瞬间洞穿了不少神器强者的神力防护，于是惨叫声当即响起。而待得此时，众多的神器强者方才彻底看清淡绿色的寒光，原来是光芒之内有着一抹剑刃，而且最令得人惊异的是，这些剑刃之上还布满着古老的符文，一股锋锐无匹之感散发而出。见状，萧炎等人的周身释放出轻敌的神力护体，但同样是在先前的瞬间被一道光芒洞穿，其中的剑刃直奔咽喉。不过在即将射中的瞬间，萧炎手掌之上出现一道绚丽火焰，直接将其包裹而下，最终在那恐怖的焚烧之下吞噬殆尽。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进攻击力如此之强，而且其中还有着一丝特别的力量。萧炎显然也发现了这些淡绿色光芒的奇异之处。从他的经验来看，这些淡绿色的光芒显然是被人以特殊之法炼制出来的。明确的来说，有些类似是神器所炼制而出的东西。这些光芒之内的剑刃，其中都是拥有着一些神器的力量。如果数量叠加起来，那种攻势恐怕就连一些天位神一个不慎都会着了道。萧炎抬头望去，果然是见到各方神势力的神奇强者有些狼狈不堪，甚至一些反应慢一拍的神奇强者更是浑身鲜血滴落，显然是受到了创伤。不过这些伤势对于天位神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天位神的恢复能力可都是极强的，小伤能够很快进行治愈。所以那些刚刚还很狼狈的神奇强者，经过恢复伤势后更是谨慎起来，生怕又被这些光芒剑刃所伤。除了萧炎成功躲避光芒剑刃后，不远处的吞吞和白炭二人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他们毕竟是神兽体质，肉身强横并不比萧炎弱，甚至更加的强悍，所以倒并未出现什么伤势。各自小心一些，这些东西乃是以神器之法而炼制的利器，专破神力。此刻小龙也已经发现这些光芒剑刃的来源。你们各自抱团，妹妹随我抢这里的神奇宝物吧。小龙看了一眼其他方向，这些突如其来的光芒剑刃虽然给他们造成了一些阻碍，但却难以阻拦真正的天位神。眼下其他神势力的神奇强者也是对着湖泊中心而去，显然都是打算抢先夺宝。好嘞，接下来我倒要看看这些神势力的神斩级别人物究竟有多强。对于抢夺宝物这件事情上，似乎雨涵最拿手一般，说着便是直接将体内的神力催动起来。这位神力可不是序列神力，而是货真价实的天位神力。没想到不仅小龙是一名天位神，原来雨涵也同样是一名天位神。他们二人闪电般的掠出这片光芒剑刃群的区域，短短数个呼吸，二人便是率先接近了一道光团。小龙眼中金光开始闪烁，一把抓出，吸力暴涌，只见的那道光团便是迅速对着其掌心飞来。哼，
敢抢老夫看上的东西，给老夫放下！不过，就在小龙即将要拿到那道光团时，一道惊雷般的怒喝声自他的身后陡然炸响，一道足以洞穿空间的阴寒掌风弥漫着强大的气息，并且所过之处，只见的空气都被瞬间冻结。虽说进入石岛中的是各方神势力的神斩们，体内的神力也都是受到了石岛中那奇异力量的压制，导致神力被压制了50%。但毕竟他们可都是仅次于各大神势力的宗主人物，所以就算被压制50%的神力，此时出手依旧是强悍至极。然而面对着这般凌厉而阴寒的攻势时，小龙并没有感到震惊，则是冷笑一声，反手便是一掌拍出。只见得可怕的神力直接是在其掌下汇聚成一道巨大的漩涡，而漩涡中有着狂暴的神力波动，疯狂的肆虐开来。漩涡呼啸而出，与那镇压而来的阴寒掌风硬汉在了一起。神力漩涡扭曲间，一口便是将那阴寒掌风吞噬而尽，最后直接生生的将其搅碎成漫天光点落下。在那不远处，一道暴掠而来的身影微微一滞，喉咙间有着闷哼之声。此时他的面色阴沉的望向刚刚将其自己的攻势轻易化解的小龙，来着一身灰袍，头发苍白，只是那眼神格外的阴厉。而他正是归义宗的二神斩，拥有着一重天位神的实力，仅次于宗主以及大神斩，但是现在的神力却被石岛内的奇异力量压制了40%。不过先前在与小龙的短暂交锋间，即便他是一重天位神，被石岛的奇异力量有所压制，似乎也是落入了下风。由此可见，这小龙的实力虽同样被奇异力量所压制50%，但还是相当的强悍。你究竟是谁？为何会来参与我们各大神势力的争夺？归义宗的二神斩显然对小龙很是陌生，几乎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不过却对小龙有着忌惮之心。隐隐间，对方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相当的惊人。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因为你即将会败在我的手里。小龙冷声道。哼，今日老夫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是多少本事。归义宗的二神斩阴沉的道。而在其话音落下间，只见的另外一个方向也是有着流光射来，最后化为一名老者凌空而立。见状，小龙先是手掌一握，将那道光团吸入手中，光芒散去时化为一柄青剑，剑身之上寒光流溢，古老的符文散发出惊人的剑气，剑刃之处寒光转动，竟是连空间都像是被切割开了一道裂纹一般。这竟然还是一柄神器啊！这上古圣地中的神器还真不赖，随手一夺便是一件72大神器之一的宝物。若是这柄青剑神在拍卖场里面，怕是会引来诸多神器强者的垂涎。不过对于实力深不可测的小龙来说，虽然能够让其感到心动，却没有真正让他得心应手。当然，神器总比寻常的武器要强上许多，所以对于自己手中的这柄青剑神器，小龙只是眼睛一瞟，就将其收了起来，而后眉头微微的皱了皱。湖泊中冒出来的光团数量倒是不少，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是他所需要的神器宝物。小龙心思转动，抬起头来望着前方那2名老者，目光一转，停留在了刚来的那名老者身上。后者一身白袍，面带和善的笑容，但从其身上，小龙却是察觉到了不逊色于他的神力波动。而此人正是归义宗大的大神斩，实力也是在众神斩之中最强的存在，更是达到了2重天位神的层次。如今在石岛内依旧被压制住5层的神力，这归义宗一出动便是2位神斩，显然也是觉得小龙的实力不凡。而且小龙刚刚拿走的青剑神器也是他们所看中的，既然是归义宗所看中的东西，谁也没有机会可以拿走。妹妹，咱们分开行事吧，这些老家伙就让哥来会一会。小龙对着雨涵说道。后者闻言也是点了点头，旋即直接看向另一处的一道光团爆射而出。宗主可是下过命令，我们看上的东西一样都不能拿走。那名大神斩见状则是一笑，只见双目之中却并没有丝毫的笑意，反而是充满着一丝阴沉。只见的二神斩心领神会，身影一闪，追接暴掠掠出，直追雨涵而去。想要阻拦我们哥妹俩，就怕归义宗还没这份能耐。小龙冷笑一声后，竟是迸射出惊人的寒芒，盯着归义宗的大神斩，缓缓地说道。是吗？归义宗的大神斩淡淡一笑，浩瀚式神力犹如风暴一般自其体内爆发开来，顿时这片区域的空间变得有些异常的扭曲起来。小龙淡漠地望着威势惊人的归义宗大神斩，双手也是缓缓一动，一股丝毫不逊色于这名归义宗大神的神力威压弥漫天地。什么？你的实力竟然也是2重天位神？见到小龙的实力后，归义宗的大神斩有些难以置信。虽然此刻神力皆是被压制，可是按照推测，小龙的实力应该与自己不分上下。要知道，2重天位神的实力可相当于大神斩级别的人物，而眼前的这陌生男子竟然也是这般层次领域，这让归义宗的大神斩对于小龙的实力更是有了一丝兴趣。只是不知道同为2重天位神，又同为神力被压制5层的情况下，最后究竟鹿死谁手。而在小龙和归义宗的大神斩在对峙时，其余的各方神奇强者也是有些吃惊，更是一脸疑惑起来。那陌生的英俊男子究竟是谁？为何有着如此惊人的力量？与此同时，萧炎也是见到了小龙对战归义宗那位大神斩。当他感受到小龙此时的气息时，直接让的萧炎极其震撼。此前就觉得小龙的实力很强大，
没想到竟是如此的强大。二重天位神的实力可比神器联盟的天翼神君还要强大很多啊！这小垄究竟是什么人？萧炎也是察觉到小垄的不凡之处，而且如果认真去感受的话，就会发现小垄身上同样隐藏着一道不亚于神力的其他特殊的力量。不过既然小垄的实力如此强大，萧炎也没有必要对其过于的担心了。此刻该担心的还是自己吧。一念至此，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结印，手掌之上再度释放出能够吞噬焚烧万物的绚丽火焰，便是朝着那些向自己爆射而来的光芒剑人扔出手中的火团，然后在萧炎那拳头一握下，那绚丽火团竟是直接迎风暴涨，化为一道火海，直接吞噬焚烧了光芒剑人，同时对着湖泊中心的那片光团之地滚滚涌去。由于这片石岛中的奇异力量对神力的压制，实力越强者所受到的神力压制也是越强，但是对于萧炎来说，他几乎没有被这里的奇异力量所压制，神力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极其的强横无比。不过就在萧炎直奔湖泊中国星而去时，在那另外的一个方向突然有着流光射来，最后直接挡在了萧炎的面前。萧炎的目光扫向那这道流光时，双目却是忍不住的虚眯起来，眸子中有着寒光不断的在流转，因为他发现拦截他的人竟是海天宗的三神斩。你就是此前在招揽神会之中将李龙少宗主击败，让其无法加入神器联盟的那名参赛者萧炎。闻言，萧炎也是有些微惊，难道说那李龙已经和海天宗告知自己击败他的信息，如今又在上古圣地遇见海天宗的神奇强者，怕是要被海天宗的人盯上了。海天宗的三神斩凌空而立，在他的手掌山有着一道光影，在光影之中有着一道画像，这道画面的面容与萧炎如出一辙。原来李龙那手下败将这么快就将此事告知了你们海天宗，不过也好，省得到时候我再去找你们。萧炎就算面对着海天宗的三神斩，似乎也没有任何的惧意浮现，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萧炎发现凡是实力达到天位神层次领域的神奇，都会被石岛内的奇异力量所压制，然而并没有压制序列神的神力。这就说明如今除了萧炎吞白炭3位噬序列神之外，其余进入石岛道的皆是天位神。海天宗的三神斩蓝色长枪指向萧炎，眼神森冷地看向萧炎道：你虽然击败了少宗主，可是在老夫面前，怕是你没有那一份战意。萧炎闻言却是一笑，他没有说话，因为他直接将体内的神力爆发开来，代替了他此时的回答。海天宗三神斩见状，眼神一道寒光掠过，手掌缓缓地紧握了手中蓝色长枪。既然如此，今日我便让你知晓，序列神的实力在老夫面前没有任何的战意，如同蝼蚁。海天宗的三神斩手持蓝色长枪凌空而立，狂暴的神力一波波的自其体内席卷而出，那等声势倒是非常的强横无比，是吗？我记得你们的少宗主也是这么说，最后不还是被我击败？萧炎冷笑了一下，望着海天宗的三神斩，双目倒是虚眯了起来。他与海天宗的少宗主李龙可是交过手，海天宗的一些路数，萧炎也是有些了解。虽然眼前的这名三神斩实力已达一重天位神，但是在石岛之中，神力怕也是被压制了有4成左右。但就算如此，按照正常的逻辑，一重天位神就算被压制4成神力，对付第3序列神的萧炎，乃是轻而易举。如果是平常，我或许见你就得跑，不过此刻有石岛对你们天位神的神力压制，怕是你得跑了。萧炎声音低沉，但是对于被压制后的一重天位神来说，施展强大的底牌确实能够暂时的与之一战。但这名三神斩以为双方之间的实力太过悬殊，觉得自己失去了战意就是无牙老虎的话，难道这些海天宗的神斩级别的人物都是那么天真吗？还是说只要觉得自己很强，都会有何如此的居高临下姿态？之前萧炎以第3序列击败第1序列巅峰的李龙，就说明他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战斗力，任何想要将他当作软柿子捏的人，恐怕最后都会付出不一般的代价。只不过海天宗的少宗主可是神之天骄之人，原本在众多神势力的年轻一辈中，他都是数一数二的强大存在，即便是其他神势力的神之天骄，也都是被其压制。日后在众多神之天骄中，或许也是最早纳入神界天位的神奇强者。但就算面对这等神之天骄，萧炎都能够将其击败，虽然是2败俱伤，都足以证明萧炎的战斗力与天赋一点都不输李荣。所以今日既然遇到了，也是最好斩杀萧炎的机会。只有将萧炎彻底的除掉，他们还挺像的海天宗少宗主，他有可能成为年轻一辈中神之天骄的前谋。海天宗的三神斩与萧炎的目光交织了一下，彼此眼中都是有着一道寒光闪过，特别是三神斩，他的杀意更是浓郁无比。我倒是要看看上次你以什么强大的战斗力击败少宗主的，这一次你又能做到什么地步？三神斩眼神锐利地盯着萧炎，旋即他一步踏出，手中蓝色长枪已是化为一道枪红席卷而出，那等磅礴的神力犹如山岳一般铺天盖地地对着萧炎席卷而去。这海天宗的三神斩一出手，并没有丝毫的留情，体内的神力
尽数奔涌而出。然而，对于三神斩的凌厉攻势，萧炎收起了笑容。毕竟一重天卫神虽然被其压制了40%的神力，其威力同样强大。当即双手猛然一握，绚丽的火焰自体内爆发而出。随着绚丽火焰的升腾间，这处的天地温度竟是逐渐的升高，然后将火焰凝聚成一道巨大的绚丽火龙，对着三神斩轰击而去。修得竟是言之一道，小子，今日你必死！感受到四周的温度不断的提升，三神斩也是有些吃惊。年纪不大，但其对于火道的造诣竟如此之高。随着虚空中那绚丽的火龙咆哮间，就连空间都扭曲了起来，仿佛此时的火焰温度直接将空间都给焚烧了一般。很快，绚丽的火龙在咆哮之间，与那蓝色的一道强大枪红硬汉在了一起，瞬间爆破声响起，肉眼可见的能量冲击波纹肆虐开来，那等恐怖力量将其长枪都是吞噬殆尽，枪身显然开始发烫弯曲。同时下一刻，萧炎的那绚丽火龙竟是被对方给轻易的化解开去。萧炎的眼神猛地一凝，因为他发现虽然对方被石岛上的奇异力量压制40%的神力，竟然也能让自己的地炎之火给轻松的击溃。如此可见，第3序列的实力怕是无法对战海天宗的这名三神斩